2025年1月1号下午3点，最后一家餐饮店也倒闭了，刚刚解散了所有的员工。我承诺他们，在8号之前跟他们结清所有的工资，加上拖欠的水电、房租、人员工资，大概有50多万。半小时之前，我打了20多个电话，依然没有解决的办法。说实话，不知道怎么办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打拼了10多年，现在连最后的一点希望也没了。半辈子的摸爬滚打，换来的却是这一大堆的债务。近几年，欧美国家兴起珍惜粮食的理念，起源于丹麦的名为 Too Good To Go 的 App， 带起剩菜盲盒风潮。剩菜不是客人吃剩下的残羹冷炙，而是店家将当天卖不完的、马上要过期的食品打包成盲盒出售，既减少食品浪费，又能让顾客节约开支。这股风潮呢，也刮到了中国，在年轻人之间吹起一股购买剩菜盲盒的流行风潮。随着大陆经济恶化，导致消费降级，人们开始注重商品的实用性和性价比。剩菜盲盒的兴起，反映了中国内需不振、消费疲软、餐馆生意难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近日，上海某社区食堂推出了剩菜盲盒，满满当当一大盒，塞了2-3种菜品，蒜苔、土豆、咖喱鸡丁等菜品完全随机，一大盒也只要10块钱。虽然过了饭点，但这个社区食堂依然是很红火。虽然将剩菜去一点不剩，都是中午做多了没有卖掉的菜品，过了饭点，正常情况下是要全部销货倒掉了，浪费又不节俭。自从推出了这个盲盒剩菜套餐，解决了剩菜浪费的问题，而且厨余垃圾也减少了，价格非常亲民，正常几十块钱的餐品，打完折之后只要10块钱，限量供应，来晚了还没有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据了解呢，这家食堂售卖盲盒的时间是在关门前的1个小时，店员随机打包菜品，荤素搭配，顾客能够吃到什么完全是未知的。虽然叫剩菜盲盒，但所有菜品都是新的，没有一点剩菜，这也吸引了很多顾客购买。而且价格经济实惠，买回去中午吃不完，晚上回家热一下还可以接着吃。开启剩菜盲盒的初衷是为了减少浪费，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。在深圳吃一顿海鲜自助餐，收费最少200块起跳。但网友白粥在深圳微时光微信公众号撰文表示，深圳一间位于龙华清湖的5星级饭店推出剩菜盲盒自助餐券，这样花79块就可品尝原价200多元的自助餐菜式。开盲盒啦！第一次来吃希尔顿剩菜盲盒，看这么多海鲜刺身，任吃任拿，馋死我这个小馋猫了！只要79一位。这家5星级饭店规定剩菜盲盒的用餐时间是在晚上8点半到9点半，店家根据每天剩下菜品来发放盲盒餐券，少的时候呢发2-3张餐券，多的时候发10张。盲盒上架至今2个月，目前已经发放了近300张餐券。网友白粥表示，自己连续抢3天才成功抢到1张餐券。他去饭店当天，菜式除了没有烤龙虾、鲍鱼之类的，其他的与正价菜品没有什么差别。虽然原规定用餐只有1个小时，但顾客用餐超时，服务员也不会催促。整体来说呢，服务还不错，性价比很高。不过呢，也有的顾客吃得不满意，给了差评。他说，就那点东西，什么都要靠抢，抢到也就1口2口的，因为剩那些东西饭店不会补，剩多少就是多少。其实里面的菜跟其他便宜的自助餐没有啥区别。最近呢，多个城市星级酒店并向不住酒店的民众推出价格实惠的自助早餐，办起了周卡、月卡等套餐活动，最便宜的甚至吃一次自助餐只要9块9。尝到甜头的酒店继续开卷其他时段，又卖起了晚餐或夜宵剩菜盲盒的自助餐券，而这些餐券售价一般只有原价的1/3或1/4，甚至低到15块9。这北京网友在网上抢了2个15块9的剩菜盲盒，带着女儿去取。这家店位于北京丰台区花乡青旅客创园。他在视频中说，店里面面积不大，但是气氛感很好，进门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正在烘烤面包的香味儿。
他家我是抢了2个15.9块的剩菜盲盒，跟以前几次购买经历不同的是，之前几家店我报个餐号递给我就完事儿了，但是这家店店员递给我的时候，每一个面包叫什么名字，里面的配料怎么搭配着吃，都给我介绍的很详细，并没有因为你是买的剩菜盲盒就区别对待你。店员小姐姐还主动递过来刚刚出炉的面包让我品尝，而且她递给你的时候并不是在推销，而是真的就像家里人刚做出来，就想让你先掰下来一块尝尝的感觉。不知道我这个形容你们能明白吗？这家店给我的感觉就是精品精致，你买或不买啊都没有关系，既不过分热情，又不会过于冷淡，是一家哪怕以后没有剩菜盲盒了，我也愿意去正价购买的店铺。这个博主发了一个视频，标题是在上海吃剩菜好吃吗？他说他点了一份剩菜盲盒，包括1个荤菜2个素菜，花了15.9块，他觉得还蛮划算的。只是那家店离他家有点远，他说骑车要5.8公里。还是有一点温暖，茄和炸蛋、番茄炒蛋，小酥皮的番茄，蛮好吃的，很新鲜，炸蛋的茄盒，它里面是夹了一层肉，骑车骑了2公里、4公里，加上地铁三站路，还是温的，而且表皮还是有一点酥酥脆脆的口感。这家店因为他家招牌写的是糖醋排骨，所以我还蛮期待吃一下糖醋排骨的，没给我，而且我还是对带鱼的味道持保持意见。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口味，馋口鸭腿啊，留一点肚子啊，这个待会儿再吃。吃完了总结一下，国人可能对剩菜这件事情比较敏感一点，所以他就改名叫了渤海带。实际上这些菜呢，像这家的我是看到阿姨在那个当场那个盆子里面打出来给我的，并不是前一天或者早上什么时候剩下来的菜，还是比较新鲜的。剩菜盲盒在年轻人中流行，鲜花店也顺势推出鲜花盲盒。国外超火的剩菜盲盒现在北京有啦，10年前了几次。让我们一起来看是亏了还是赚了呢？来第一家啦，这家泰餐之前和朋友吃过，价格不菲哦。找个路边开吃，都拆开了，茄子吧，肉末茄子，蒜蓉西兰花，这应该是冬阴功，还有个米饭。他们家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这样一份饭花了27.9，你们觉得值吗？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实惠的。出发去第2家啦，第2家是没有见过的鲜花嘛，有点期待哦。阿姨已经开始找花了，看着有点不妙，怎么回事？拿到手啦，还是挺漂亮的，19.9，很适合送给自己，就当买了一份好心情。给你们看看醒过花之后插在花瓶里的样子吧。剩菜盲盒在中国快速走红，显示民众购买力下降了。大陆餐饮业持续低迷，生意难做，很多餐馆倒闭，少开店、关掉不挣钱的店，提高门店存活率等，成了餐馆人挂在嘴边的话。我在山东投资70万，300平的烤肉店，开了3个月，今天正式宣布倒闭。其实我们家菜品是经过大量顾客验证过的，完全没问题。但是这家店做不下去的根本原因，还是因为一共我踩了3个大坑，坑坑致命。第一个坑，淡季开业。烤肉在山东这边的旺季只有6、7、8 3个月，冬天一旦降温，大街上都没什么人了。我这家店是10月1号左右开的业，入冬之后营业额断崖式下跌，就算产品再厉害，没有新顾客哪里来老顾客复购呢？第二个坑，选址。以我做餐饮6年以来的选址经验，一流商圈末流位置，只要把流量做好，肯定没问题。但是我忽略了消费降级，顾客消费习惯的改变。大家手里没钱，好不容易我出来吃一次饭，宁愿去自己之前吃过的店去消费，也不愿意去尝试新店，害怕踩雷了。第3个坑，过度依赖流量，从而忽略性价比。我们跟大品牌去竞争的时候，没有性价比必输。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流量我们做的没问题，是转化的问题。老餐饮人应该能明白我说的这3个点是什么意思。餐饮的倒闭潮真的要来了。周5你敢想，我一桌堂食都没有，仅仅做了10几单的外卖，这外卖的营业额啊，恐怕连房租都不够。然后到11月的时候就直接不行了，我10月份呢就做了18000块钱的营业额，平均到每天的话500块钱左右，水电房租的话基本勉强够。然后我这边阿姨的工资的话呢是吃的老本，所以说我不知道现在要不要坚持。对面有一家烧烤麻辣烫的，我已经见他3天没有开门了，应该是生意不好休息了。然后我们这条街过去有个小酒馆，
他那边也是关门，听说的话现在在转让。博主静姐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，在8年的时间里开了4家麻辣烫店。她本来认为开麻辣烫店投资小，顾客群比较广，利润也不错，是餐饮业的一个好项目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她几家店都接连倒闭了。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她的讲述。从去年年初开始，麻辣烫店满大街的开，就我这一条街，今年就开了6家麻辣烫店。只要有新店开业，就会做低价饮，火那么几天也就没有了。刚开始我觉得，只要我能把味道做好，把服务做好，我的店肯定不会受影响的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我根本就抵挡不住。这一波做完低价，下一波就又来了。我卖13一碗的麻辣烫，它竟然能卖到8块8，还带饮料和炸串。我也不知道这种赔本赚吆喝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也不想和同行去打价格战，我只想做好我的品质和服务。一碗麻辣烫才能赚几个钱。我现在只要一开门，一天1000多的开支，1分钱也少不了。30几岁了，钱没赚到，孩子没人管，老人也没照顾好，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，觉得我太失败了。在中国，从事餐饮业二手设备回收行业的人被称为餐饮业收尸人。从他们那里，我们能感知餐饮行业的冷暖。北京二手设备回收商安大为表示，去年前10个月，他回收餐饮门店是2023年同期的2.7倍。安大为最近收购一个连锁餐饮品牌，这个品牌在其高峰时期在北京、河北等省市开出数十家门店，但近2年陆续倒闭。不过呢，老板一直扛着，总觉得哪天还能够东山再起，所以关店后吃下的设备都舍不得卖，专门租了一个库房堆放，1年租金就20万元，再加上人工、运输等成本，这批设备存放成本要高达60多万。面对持续低迷的市场，老板知道回天无力了，将设备卖给了安大为，最后却只卖了个几万块钱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